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尹乃菁小姐、王玉明委员、江一珍议员、陈志涵主任。好 ，Pelosi 宣布不拼连任，他旧金山选出来的美国国会的众议员，85岁他曾经是美国最有权势人之一美国总统当然最有权势了那但是国会议员啊，就有些议长啊什么那参议院的议长是副总统了所以都是相当有权势的人。他昨天突然发了一个感谢影片，谢谢他的选民那他过去人家帮他算他这一辈子替民主党筹资10亿美金呢，哇，很多钱然后呢，40年的政治生涯传奇落幕那他的有一个告别影片，就是说他这个从政的一些过程，有这个含台湾有这个跟蔡英文合照，同时也有川普去国会演讲，他把川普的国情就撕掉哇，美国很少这样那就表示他多么讨厌这个川普在下面，在川普国情咨文。美国是这样美国的总统1年会到国会去做一次参众议员联席会的国情咨文报告。那美国国会议员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立法委员说实话的没有什么权利真的没有什么权利，只是鬼叫而已。美国的政府是不能提出预算案的，美国政府也不能提出法律案的。美国的预算案跟法律案是要国会提出来的，跟总统发表了国情咨文以后，他同党的议员拿出这个法律案跟预算案的。我们什么搞一个国会改革案，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美国国会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呢，他把川普的国情咨文给你撕了，表示不认同所以川普也很恨他那他在2022年Pelosi来台湾访问，所以呢，第4次台海危机，大陆发了10几枚东风飞弹然后呢，本来是说要把北斗飞机打下来，后来也没打下来那被称为是最伟大的议长，所以他对决川普在台湾获得1枚勋章然后说表示这个美国会一直支持台湾，这是佩洛西讲的。川普说她是一个邪恶的女人，但是人走了就讲几句好话没有川普说佩洛西在此前表现很糟糕，还敢撕我的国情咨文，你看那个样子，对吧？还撕我国情咨文。我认为她是个邪恶的女人，我很高兴她要退休了。我认为她退休是对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呢，川普讲话也很狠毒那另外呢，这个《纽约时报》作家 Freeman 他说呢，美国支持台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台湾不要以为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要自己努力要把自己变成老沈不喜欢的刺猬。辜立雄说，这个弗里曼不确定川普能不能保台。辜立雄不要紧，我们要强化我们的嚇阻力量而且呢，美国这个不变的政策就是加强我们的嚇阻力量，让我们能够去独立去对抗就算美国不来。大陆第3艘航空母舰叫做福建舰，正式入列，我看他们演习了很久然后呢，习近平自己跑去了，亲自按弹射的按钮那这个飞机的弹射在航空母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前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透过社群网站用5分50秒的影片宣布，在这届国会任期结束后，他将退休，不再寻求连任。裴洛西的任期将在2027年1月3号结束。I will not be seeking re-election to Congress. My message to the city I love is this: San Francisco, know your power. 现年85岁的裴洛西，从1987年开始代表旧金山地区联邦众议员，至今连任19届。她是美国史上第1位，也是唯一1位女性众院议长。她是华府政坛最具权力、最有影响力的女性。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从不退缩。2019年川普国情咨文后的这个鼓掌，和隔年撕毁讲稿，都是经典。2度主导川普弹劾案的裴洛西和川普总不掩饰对彼此的厌恶。He's just a vile creature, the worst thing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She's an evil woman. I'm glad she's retiring. I think she did the country a great service by retiring. I think she was a
a tremendous liability for the country. I thought she was terrible.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感谢裴洛西推动立法通过奥巴马健保，民主党人向裴洛西的贡献及影响力致敬。裴洛西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2022年顶着压力访问台湾，一度引发北京和华盛顿的外交紧张。告别影片细数裴洛西近40年的从政生涯，看得到他支持8964学运以及访问台湾的画面，也有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华民国国旗。裴洛西长期捍卫民主与人权的价值观，高跟鞋造型深入民心。随着他的退休，民主党世代交替的压力也浮上台面。老沈怎么看裴洛西？我先讲那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这个国际外交，尤其是以色列专门精通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 Thomas Friedman 汤姆斯弗里曼，他并没有建议台湾最好的自卫武器是把台湾变成刺猬或者是豪猪，没有。他说台湾最好防卫自己的方法是经济跟科技。但就台湾而言，科技跟经济是要划等号的。我们的经济主要是来自科技啊，所以大家就要晓得，这个对2028年的选举，到底国民党跟民进党要在哪一条线上、哪一个主题上要斗到最后，这个是可以当参考啊。那这讲到裴洛西的退休，就是说不再竞选连任是。多少在大家预期当中，所以他今天的宣布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大家就想了，差不多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他不再干，也不是因为现在民主党就衰，不是啦。我觉得他想要再干，在那个旧金山区是没有问题的。他前面还有一个也是很厉害的女人，你们这些从政的女生要学习的不只是她，还有戴安·范斯坦。你记得吗？戴安·范斯坦也是很漂亮也是从政到70、80岁都没了，你知不知道？不过我要插讲，今天谢谢这个制作单位因为我有几个道友，他们都不太正经，他们就一天到晚并不是崇拜我来节目，他们一天到晚羡慕说左边一个高嘉瑜，右边一个殷乃金，那今天不得了，今天来了6个来宾啊！除了我这个吕洞宾以外，通通是仙姑，而且是漂亮的仙姑。我要躲起来。我共6个来宾啦，不包括你啦。不是我躲起来嘛。所以今天晚上我那些道友羡慕死了，一定非常讲要知嘛，行你这条路，不能讲我这条路不太好行，不是换你有的时候计程车司机载我来他们都很羡慕。他说：“你足好赚的，7点钟就赚偌济啊！啊，哥拢米路，我无有本事，你来我咧座位我给你塞车不要紧。北航工会嘛，不要紧，这里加一个人一次交100万，就让他来做。我觉得裴洛西是这样裴洛西是受人尊重，而且她是一个不倒婆，她不是不倒翁了，因为女人嘛，那不是不倒翁不倒婆而且她真的很奇怪的，就是说她是典型的台湾的盟友，因为她是典型的加州出生的美国自由派的有力。参议员嘛，尤其旧金山。但是现在很奇怪就这一条线的人现在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大概都是萧美琴的朋友，但是萧美琴的朋友已经不告那了，现在是要共和党里头的 Mega 这个系统的。所以这个你不能常常骂台湾的政府外交做得不好，因为这个变化太大了。不过裴洛西的一生，做一个人人家钱也赚到了。自己有没有赚？我不晓得，听说他也赚，但老公赚得更厉害，钱也到手了，名声有啊，对国家的贡献，我觉得川普一下子就会过去了，明年川普就完了，像现在已经盛极而衰，明年就完了。那但是呢，这个裴洛西在美国政治史上的地位，要比川普来得久。这个裴洛西他在他的退休的这个影片里面，不是把他来访问台湾吗？当做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录成就了一个成就。裴洛西的成就是台湾的重大伤害他到台湾来访问，然后大陆呢围台军演，是中美呢建交以来我们这个4次台海危机里面一项根本性的改变。
中美在台海之间的军事较量格局的一个历史性的关键事件。裴洛西来台，中俄围台军演，自此呢就确定了，就是在台海的事务上面，如果一旦呢大陆呢要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话，美国是相对来讲，他没有意愿，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介入这个局势，并且改变这个局势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啊。然后呢，当时呢，你看这样跟过去的3次的台海危机比较，你不要说这个1996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了，那个时候的因为我们要实施第一次的这个总统的直接民选，那大陆呢对台湾呢文攻武吓哈，因为从李登辉到美国去访问啊，然后民选这样以来对台湾这个文攻武吓，克林顿呢只不过派了2艘的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就把中共给封死了。然后中共呢，从此之后呢，就发展它的卫星系统，发展它的航空母舰，然后到了也不过才2022年，好，在台海的这个军事的区域的力量里面呢，中国大陆呢跟美国呢就已经拉出了一定的这个距离。不是说美国呢，如果大陆一旦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这个军事行动，不是说美国呢没有能力把大陆击退，而是他没有意愿。而且呢，你一旦呢介入到这个区域来的之后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大陆呢，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我们这离得太近嘛，还有它的军事力量的这个跃升呢，它绝对有办法呢，在这个地方呢打一场，就是让台湾屈服的一个战争啊。然后他也展示了一个，就是说他今天呢不需要真正的攻台。他只要围台，好，他就足以对台湾产生恫吓力量。我想，我们所有在台湾的都印象非常的深刻。2022年的裴洛西来台之后，大陆围台军演以后，对那一年的9合1大选是有关键性的影响的。而且呢，他也把这个民进党呢长期以来喊的抗中保台呢就打破了，好，抗中就不足以保台。而蔡英文呢，这个裴洛西来台湾访问，成就了裴洛西。也在相当的程度上面呢，成就了好像蔡英文他在总统任内的一个很大成就。可是呢，这就是民进党执政的情形下，当这个领导人啊、元首、总统考量的是个人在外交的上面的一个历史定位，然后不顾很微妙的这个很紧张的中美对抗的格局，台湾关系的在这个2大之间的这个角色里面。你只想到要成就你个人的历史定位、政治地位，却把台湾呢带到一个一去不复返的险境。我插一句话，你说，我插一句话，如果一切重来啊，你是当时的蔡英文总统，就是赵总统，你欢迎不欢迎裴洛西来台湾？我不是赵总，我不是赵总的时候，我先没办法讲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啦。你去跟 out，我没有去看，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不是嘛，我干嘛想这个问题呢？我欢迎你，知道吗？那是我为什么欢迎你？尽量挺台湾，但是你越挺，我越节制，老共就点滴在心头。但是从那个以后，老共飞机就没事，就给你过中线了，船就过中线了，变成表现就更加不是顺势而来。不是，就是说，如果裴洛西继续干，然后继续支持台湾，当然好。他现在就跑了。那今后将来怎么办？众议院谁下一任议长会不会这样支持台湾，就不知道了嘛。就你把你的，因为我不浪费时间，你把你台湾的前途放在一个位置上面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现在这个大法官在审川普这个关税了啊。那美国现在9个大法官，3个自由派，6个保守派，3个是川普任命的，哦，他很好命。通常呢，美国很多总统一任甚至2任，1个大法官都任不了，因为他是终身制了。如果他一直活得很好，怎么任命新的呢？刚好川普那里就有3个，不是死的就是病了，就老了就退休了。那所以认为说大法官其实对川普是有利的，但是就算这样，昨天都有3、4个大法官质疑川普的关税政策，尤其是这个首席哦。说你这个就是关税，就是对美国人加税啊！关税你以为对外国人加税啊？关税是对我们国民加税啊！对国民加税是要国会才有这个权利，总统没有这个权利的。要国民要交税，必须要国民选出来的选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同意才可以。这是国会有授权你吗？没有授权你啊！
哦，而且你可以这样说哦，说因为美国现在财政困难了，所以这是紧急状况，所以我们要加税。这样你可不可以说环境也很严重啊？环境就不得了了，会让我们这生活都困难了。我也要加环保税啊，要加空气污染税啊。总统有这样的权利吗？哦，这是大法官质疑他了哈。那也有大法官替他讲话了，说：“哎呀，你现在如果不行的话，光退税就烦死了，怎么退啊？现在已经收了5000亿美金了，等到3-4个月，大法官这个辩论结束，这个做成决论，可能收到7500亿到1兆的美元了，怎么还？哦，还都很麻烦哦。但是呢，基本上就认为川普是越权了，哦。那川普说没关系，我还有 B 计划，哦，大家拭目以待。”我还有 Game 2，Game 还没有 over 了。大法官，你这个不给我，我给你个 Game 2、Game 3、Game 4，做到我任期满，还有不停的 Game 玩下去我就是要收，怎样？所以呢，说有 B 计划5招可以续命，还有232条、201条、301条、122条、338条，我每个给你来一次，我下去用201，再抽税，然后你大法官说。不行对不对？我再用301再来哦，没完没了，给你搞死啊！华尔街警告，如果川普败诉，市场会演4月的抛售情景。4月川普宣布要加税 ，Liberation Day 加税，市场很紧张。所以现在呢，但现在大家慢慢已经熟悉了。就像魔鬼，这个魔鬼到底一天吃几个孩子，一天到底要干嘛，我已经熟悉了。现在突然说这个又不算了，要重新来，市场又慌乱了，所以可能市场又很惨哈。所以你看看这个市场哈，所以呢，媒体是说川普可能有更狠的招，所以企业风险呢阴霾难散。你不要以为他把大法官把关税说违宪了以后就有好日子过，没有的。赖清德说我们要努力争取对等关税。调降，而且不叠加哦，叠加就是你现在的关税还加上去哦。那另外呢，对等关税20%，到现在为止对台湾的影响，对于工具机、模具、电子材料、手工具是负向的哦，很惨的，因为我们跟竞争国家比起来，我们税比较高。能源新兴是持平的哦，那因为印度也25%，印尼19%哦，而且呢，他们这个很多地方比台湾好的，比如阳光比你强啊等等，毛豆持平的。纺织蝴蝶兰还可以，就是对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是这样子啊。台湾兰花也很棒啊，纺织也很棒啊。那另外台经院是乐观，说呢关税可能可以从现在20降到15，而且可能不叠加，尤其车子哦，说可能我们进口美国车子收2.5%，跟我们出口美国人家收我们2.5%一样，都是2.5%。现在港口堆了几万辆车啊，现在车本来应该是车是好的，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去领啊？因为怕将来关税降低，我现在领的不是亏吗？那一差多少钱呐？这几十万呐！哦，所以都摆在那个港口说赶快决定吧，大家都希望赶快决定吧。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对全世界祭出对等关税。川普声称贸易赤字让国家陷入紧急状态，因此动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作为法源依据，但合法性遭到强烈质疑。周三，最高法院保守派居多的9位大法官针对此案进行言辞辩论。9位法官一面倒地质疑川普关税的合法性。大法官清楚阐明，课税是国会职权，但政府律师代表称，总统是对进口商品寄出法规关税，而非用来增加税收。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因为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At the same time, my tariffs are bringing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are helping slash the deficit this year by more than 50%. 法律专家评估，川普胜诉的几率从原本的40%下降到30%。最高法院的裁决最快几个星期就能出炉。美国财长贝森特捍卫关税政策，他说：“中国对全球限制稀土就是紧急状态，关税是必要的手段。”先不论关税的合法性，但作为贸易武器确实有效果。美中贸易暂时休兵，两国开始落实协议关键
键内容。周三，中国宣布暂停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24%的关税，为期1年，但仍保留10%加征税率。川普也签署行政命令，下调芬坦尼的关税，由20%降至10%。美国对中国的整体关税由原先的约57%下降到47%。那俞敏维，我现在其实蛮关注美国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我觉得他的判决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哦。第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说，过去的川普呢，他为所欲为嘛，他要宣布什么哦，全世界都要跟从他的这个指挥哦。但是对于关税的这一题，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川普他这样子自意而为去定的这一些关税，它是违法的话，那我觉得对川普来讲，这真的是会造成他一个很大的挫败，因为他想要握有全世界最大的权力，然后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被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是否决了。那这个对他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警惕的效果。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我觉得不止美国关注哦，我想其他国家也高度关注。那只是如果最终的这个判决出来，川普是违法的时候，那问题真的就头大，又要再乱一次了。就是那之前平白无故已经开始生效的这一些被他课高关税的这一些的这个企业主怎么办？要怎么把他的权益讨回来？这个后面的整个程序哦，其实会很乱。但是那个乱，我觉得也是一阵子而已。至少我觉得，如果美国的司法单位敢对自己的总统就是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判决的话，那真的证明美国的司法是他的那个超然独立，他的大法官哦的这个定位哦，其实是让人家尊敬的。所以这件事情值得后续好好的去看。那当然，现在川普呢嘴硬嘛，他说没关系，我有 Plan B， 对不对？然后他有5个法案，但那5个法案，如果大家认真去看了，我今天花了一点时间看，你会发现说这5个法案都没有他这个紧急法案呢来的这么的宽广，这么大的授权。这5个法案其中有3个，它都明文规定，你今天要启动这个关税，你要先调查。无论是你的商业部或者是你的 USTR， 你都要先进行调查，然后才可以采取行动。所以不是像川普这样子哦，在白宫开了一个记者会，我马上就启动关税。另外一个是它是有限制的，有的限制是你最高上限只能到15%。而且呢，你的期间也不能太久，因为你只是在因应你一个紧急的状态嘛，不像川普他现在定锚之后是你要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关税，就是1年2年，我通通都要收你这样的一个关税，所以基本上本质上，川普发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关税，他其实就是为了美国的这个他觉得之前贸易失衡，他就要把这些钱赚回来嘛。坦白讲就是这样子，并不是出于紧急或者是重大，或者是基于非常大的这种歧视或者是不平等。所以他引用另外那5个的法案重新再来一遍的时候，如果他在乱用，我还蛮期待美国的司法单位的再乱用一次，可能这个大法官要再发挥一次他们的这个公正超然的精神哦。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哦，这个权力不可能无限上纲，也不可能都没有受到节制。那我觉得美国这一套的做法，我个人是还蛮欣赏的。来，志涵。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完全是可以辩论的。透过这一次的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开审，那么接下来的释宪案到底会何去何从，当然是全球都关注的。可是我必须要点出来，就是台湾的政府真的非常的丢脸。其实呢，就在10月23号的时候，卓荣泰院长他说什么？他说，全世界要叫美国老大，只有台湾可以帮美国伟大。这2句话，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自降国格到一个程度。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要调这个对等关税以来，其实各个国家，包含日本跟韩国，他们都就国内的权益，还有呢他们自己的不管是农业、渔业或者是各方面的产业要如何保护这件事情，据理力争的展开对外的谈判。结果呢，我们的政府竟然是甘于做人家的小弟，而且呢还大言不惭的在国会殿堂里头说出这种话，说美国就是老大。可是我们去看看人家美国人。他们虽然说有些人哦，他们是非常支持川普的措施，希望能够让美国的产业继续呢再创一个高峰。可是同样的，也有很多站在民主程序或者是呢捍卫民主的人，他们认为说这已经违反了美国总统他所应该有的这个权利的范围，所以。民主到底应该要怎么走？是靠监督跟制衡，而不是完全的卑躬屈膝，更不可能像这个台湾的政府一样，竟然是对外国的势力言听
继从。那另外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实美国政府呢，过去川普上任以来，包含他过去要缩减这个他们政府的开支，就已经遭到了美国民众强烈的抗议。最近这个最高法院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这2天，其实外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企业还有小店家也在外面抗议。抗议的是，其实川普带来的是更高的这个通膨，还有呢更严重的这个生活压力。所以川普到底可以盯到什么？而他的 Plan B 又会把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全世界带到什么样的高风险的方向？真的是非常值得关注。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拜托一下台湾的官员们有一点格调，不要再说出昧于现实，然后竟然还说出这个大家都要叫美国老大这样子非常非常丢脸的话。川普，你看他用形容词，他就讲，他说你这次把我干掉，还有 Game 2。哦，我们是讲 Plan， 他讲 Game， 所以在川普脑筋里根本就在跟你玩一套游戏，看我怎么耍弄。哦 ，Game 1、Game 2、Game 3、Game Over， 休息一下再回来。